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丽颖被恶意剪辑真相曝光，娱乐圈双标何时休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娱乐圈早已不只是光鲜亮丽的舞台，而是一个被镜头无限放大、由流量操控、舆论支配的巨大漩涡。演员的一举一动、一丝一毫的情绪变化，都可能在后期剪辑和网络传播中被无限放大、曲解，甚至被利用。而近期，赵丽颖就在这个漩涡中成为了牺牲品。镜头下的赵丽颖，甜妹瞬间变苦瓜。在中餐厅百期庆典的那一集里，节目组居然将一个本应温馨热闹的场景剪辑成了一场灾难现场。当镜头对到赵丽颖脸上的时候，她正低头扒拉着盒饭里寡淡的西兰花，点光照射下，她的粉色头发泛着些许枯黄，脸上的卧蚕因为滤镜而消失殆尽，眼下的暗沉在高清镜头中格外明显，像是连续熬夜后的青黑阴影。这样的镜头处理不仅未展现出她的真实状态，反而刻意制造一种疲惫感。网友看后直呼：“这哪是庆典啊，活脱脱一场悲情纪录片！”本该喜庆的场面，却变成了网友眼中的视觉灾难。甜美的赵丽颖也硬生生被剪成了苦情女主，连菜汤上的油花都比她脸上有肉感。这背后不禁让人质疑，节目组到底是无心之失，还是有意为之？剪刀手的套路，删努力，放噪音，制造争议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有新网友扒出了被剪掉的原始素材。赵丽颖曾亲自搬了20箱矿泉水，帮工作人员分发物资，结果节目播出时，这些画面一个都没有，反倒是她在吃饭时不小心筷子碰了碗的声音，被后期夸张放大了3倍，营造出一种毛手毛脚、不专业的印象。弹幕瞬间爆炸，连碗都不会端还来当服务员。可讽刺的是，这位曾亲赴灾区、亲自扛箱子支援救援的女演员，怎么就因为一个小细节，被全网贴上了假努力装的标签？这不是第一次她被节目组拿捏。去年的综艺中，她削一个梨，因剪辑角度问题，被网友群嘲摆臭脸，团队澄清是因太累才没说话。节目组却装聋作哑，把责任推给实习剪辑师，一句新人不懂流程就草草了事。如此操作早已不是失误，而是套路。删努力画面，夸大日常动作，放大负面情绪，目的是制造争议，引流话题，提升收视。赵丽颖只不过成了话题流量的又一个牺牲者。娱乐圈的双标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休？赵丽颖染了个粉色头发就能被骂上热搜，这一届网友的管闲事程度堪比街道居委会的大妈。装嫩不合适年龄焦虑，各种标签扑面而来。可相对比，隔壁一位50岁的女演员穿着露背装出席活动，却被赞勇敢做自己，这标准未免也太灵活了。不仅如此，在电影《酱园弄》的宣传期，章子怡在赵丽颖微博底下评论鼓励，可那时赵丽颖正在片场高空吊威亚吊到凌晨，手机根本没碰。第二天热搜却是顶流耍大牌，无视国际章，这口锅扣的比快递封箱还快准狠。同样是女演员，同样是艺人，为什么有些人被赞敬业拼命，有些人却因为不在线回复评论，就要被全网口诛笔伐？娱乐圈的这把标准尺到底是量什么的？美貌也是原罪，状态差就被认定为下滑。赵丽颖团队现在恐怕比窦娥还冤，慈善业做后排就被骂过气女星，穿棉衣进片场又被讥讽成菜市场大妈。这年头，女明星连呼吸都能成为错。可曾记得，她拍《宫锁沉香》时从马上摔下，导致尾骨骨裂，却咬牙拍完。在《楚乔传》的沙漠戏中被吊着脱行，
后被被墨出血到仍坚持不喊停。这样敬业的精神，如今却因为一个黑眼圈、一个没化妆的镜头，就被标签成垮了糊了。最可笑的是，当宁静在采访中称她戏疯子，李冰冰说她为角色能豁出命时，全网却只关心她的头发有没有褪色。这真是演员的悲哀，更是娱乐圈审美和道德体系的崩坏。真敬业演员，却被剪成耍大牌模板。赵丽颖为了风吹半夏增肥20斤，在暴瘦回来拍摄另一部戏，过程之间心堪比极限挑战。拍《野蛮生长》时，她素颜上阵，满脸疲惫，甚至被群众演员认错成灵眼。可即便如此，她依旧在片场啃冰糖葫芦杯台词，全身心投入角色。这样低调又拼命的演员，却总被冠以状态差、耍大牌的标签，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如今的综艺节目早已不是原汁原味的记录艺人生活，而是变成了一部部编剧精心策划的真人秀剧本。节目组需要的是话题和冲突，而赵丽颖成了最合适的焦点工具人。她不过是想认真做好演员这件事，却在一场场综艺剪辑的推波助澜下，被塑造成了耍大牌、情绪化、不敬业的反面典型。谁在消费她的努力？谁又在操控舆论风向？打开微博和各大社交平台，赵丽颖垮了，赵丽颖状态差的推送铺天盖地。她的粉丝努力澄清，晒出她一天18小时不间断工作的行程单，结果根本没法压过营销号的推文热度。在这场信息不对等的战斗中，事实、真相和努力早已不是核心，关键在于谁能更快制造话题，谁更会操控舆论。赵丽颖曾发文写道：“得罪人总比得抑郁强。”一句话道破娱乐圈的生存残酷，也让无数粉丝心疼不已。如果连她这样拼命努力、始终低调的女演员都无法逃脱被剪辑、被曲解、被诋毁的命运，那其他女艺人的处境只会更难。中餐厅只是冰山一角，真人秀还能真几分？中餐厅这一次的恶剪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去年黄晓明名学语录被剪辑成鬼畜合集，收割一波流量。今年赵丽颖的假痴情绪差则成了第2个引爆点。真人秀到底还能剩下几分真？艺人不是演员，是剧本里的角色；观众不是观众，是被情绪操控的流量收割机。一场场看似真实的节目背后，是被精密计算的情节和情绪诱导。而当艺人的尊严、形象甚至心理健康都被绑架在这场流量游戏中时，谁来为他们说一句公道话？娱乐圈不该是双标的游乐场，娱乐圈不是法院，但也不能毫无公正。赵丽颖并不完美，她也有状态不佳的时候，也会情绪波动、眼神疲惫。但正如每一个普通人都允许有脆弱时刻，女演员更不该被强行捧上永远年轻、永远漂亮、永远笑容可掬的神坛。问题不在于赵丽颖眼下是否有黑眼圈、粉头是否掉色，而在于我们为什么总愿意去苛责一个努力拼搏的女人，而放任真正摆烂的艺人横行无阻。冯小刚曾说过：“想红就得忍骂。”这句话如今依然横行在娱乐圈，但它不该再成为行业的潜规则。写在最后，别让玻璃渣盖住了真诚光芒。如今社交平台上铺天盖地的赵丽颖垮了仍在发酵，但认真思考一下，我们是否真的看到了赵丽颖这个人本身？我们看见她疲惫的眼神，却没看见她彻夜拍戏的努力；我们嘲笑她不笑的嘴角，却没看见她咬牙背台词的专注；我们议论她的衣着妆发，却忽略了她对角色的钻研与坚持。赵丽颖没有垮，垮的是这个用流量当尺度、用剪辑玩命运的娱乐圈。而我们是否也该摘下有色眼镜，还一个真实、善意和公平的视角，去看待每一位演员的付出？